大家好呀，这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最新的这个产品发布会啊。这个产品发布会主题叫做 We Robot 啊，但是呢，这发布会当天呢，对吧？这特斯拉股票呢直接就暴跌8%个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先看一下这些产品吧。这次的新品呢，主要有3个啊。我们会通过这个每个产品的这个产品特点、价格以及发售时间，还有最后的使用地区，来做一次产品的回顾分析啊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Robot Taxi， 这现在呢这个东西就是它自动驾驶出租车。目前看到呢，对吧？它这个驾驶呢是车里面只有2个座位，是无人驾驶，车里面是没有方向盘跟踏板的，所以说它是个非常先进的车辆啊，它就是实现了完全的无人驾驶，它实现了高效出行。目前它这个行驶成本是每英里20到40美分，这样换算成人民币的话，大概就0.85到1.7人民币每公里。这个是在市场上，如果是家用车的角度来说，还是偏贵的。但如果你算上保险，其实差不多。但是如果它是出租车的话，随叫随到的出租车的话，它的性价比依然是非常非常高的。而且这个车呢，它是感应式无线充电，它是没有插头的，就是不用找地方充电。但是呢，家里面或者是这个出租车工厂里面，它可能需要配备一个像无线充电的这样设备。这样呢，其实对安全性啊，包括一些防水性啊，各种方面，就是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。这样车的一体性可以做得更好。在产品价格呢，目前埃隆马斯克说，就是说它会低于$30,000，就是可能跟像 Model Y 差不多的价格吧。发售时间呢，现在说预计是2026年开始量产，对吧？最迟不会超过2027年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按照2027年去看吧。估计早量产，估计可能性不是很大。还有就是完全无人监管的自动驾驶呢，将于明年在德克萨斯州和这个加利福尼亚州推出。可能这2个地方的法律，它州法会先通过允许他们去在地方性运营。使用地区呢，目前看就只有在美国的德州跟加利福尼亚州是可以实施的。未来其他地方的推广呢，我觉得技术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法律啊。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政府如何去看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还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。这个 Robot Van 呢，这个机器人厢式车，对吧？它现在可以在这个视频上可以看到，对吧？它这个是可以容纳20名乘客，然后也是没有驾驶座位的，对吧？直接就人坐在里面，它也可以配置这个货运模式，对吧？你在城市里面，对吧？这么大厢式车，对吧？挺大的一个车，可以让它自动来帮你拉货，这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它这个就是这个未来感十足啊，你看着就非常帅，对不对？比这普通的那种厢式车要帅多了。这个产品价格目前就是没有价格，对吧？不知道啊，未来可能会公布吧。发售时间现在上市时间也没有定，但是现在确定就是它是确定会投产的，就像之前那个特斯拉那个大卡车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目前只有一些叫啥那个大的这些可口可乐这些公司啊，或者沃尔玛才有钱去订购，但是可能就是大客户才能拥有，小客户可能像私人客户可能还没有办法直接去买到。使用地区呢，当然这种厢式货车在大城市里面的应用广泛是非常广泛的，对吧？但是具体地区没有透露。这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呢？这是在会场里面非常耀眼的一个明星产品啊，但它这个首先它可以实行教学啊、看护啊、遛狗啊、家务啊的各种任务，甚至可以成为你的朋友，因为它应该是连接了像马斯克也投资了一个那个大模型嘛，那 Clock， 它可能就是说也可以连到 Clock， 以非常低的延迟去回答你的问题。然后它这个最牛逼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它是打破了大模型跟现实世界的壁垒，对吧？我看它线下大家拍的视频啊，包括一些它官方的视频，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比较对答如流，甚至有一些幽默的，以人类的方式，对吧？还有加上一些非常灵活的手部动作去回答一些问题，甚至在现场可以给大家就是说倒杯饮料啊，打个酒啊，甚至还可以帮大家就是送个小礼物呀。可以看出它的灵活性可能跟人类还是不能相比啊。但是目前来看，它这个已经有比较大的实用性在现实中了，毕竟没有哪家就是公司能把这机器人产品拉到现场去，大家去跟大家去互动交流，甚至是让他卖个酒这种事情。产品价格目前它预期售价大概在2万到3万美元，对吧？这个可能就是说是比较实际的价格，相当于那辆车嘛。但是如果能帮家庭完成一些家务，甚至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的话，其实还是个不错的产品。在发售时间就是目前就是这又是一个未知的，对吧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，对吧？研发进展呢还是他说显著，对吧？但是也不知道啥时候到底能进入到公众视野，还是法律法规如何去规定也不知道。这使用地区呢，当然这是面向全球市场的，对吧？也可以用于个人家庭和各类企业。我觉得企业的可能实用性会大一点，对吧？这可能就是说企业会更多的资本去购买这样的设备，去减少一些人力。这对怎么说呢？这对未来的这些大家广大的这些打工人，可能就是说是一个挑战吧，等于可能会抢夺走大家一些比较基本的这些社会岗位。但目前来看，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啊。目前一切都是还是很多未知数。
经过我们这3个产品的分析，对吧？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呀，这个厢式车呀，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啊，我们也看到没有一个在2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能够进到市场上的产品，对吧？这个导致了特斯拉在当天的股价直接暴跌的，实际上当天跌了8.7%啊，在5天来看哈，就是跌了12.5%，可以说是暴跌，对不对？这主要原因其实也很简单，对吧？未来可期，但不是现在，对吧？画的饼，明天不能卖钱，大家投资者就不会买账这个事情，对吧？你这3个产品即使再好，对吧？它有非常多的门槛，尤其第一个 Robot Taxi 是唯一一个直面市场的一个产品，但是目前来看的话，它并不能直接就是说生产就去卖。你虽然能产出来，但这个法律法规每个国家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慢周期的一个事情，大家可能投资者并等不了，有这时间肯定去买点苹果，买点英伟达，对吧？可能更实际一点。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点亮小铃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